俄军神秘的电战实力被戳穿，美国空军电战专家谈俄军短板，扎心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美国国防少所网站发表了杰弗里·费舍尔的文章，他的文章题目是：随着现代化的俄罗斯电子战电子攻击系统被乌克兰农用拖拉机拖入谷仓，俄罗斯在电磁频谱战场上失败了。但是深层原因可不简单。费舍尔是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美国空军电战军官，常年研究如何在电磁频谱领域作战，包括俄罗斯的电子战电子攻击系统，他都相当熟悉。费舍尔认为，如果不深入研究机密细节，俄罗斯的系统令人生畏，制作精良，并融合了现代技术，但现实可能完全不一样。2月24日，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媒体反复宣称电子战和网络攻击已经开始。随后，俄军的电子战电子攻击系统硬件，如车辆、干扰器和天线，都部署在了乌克兰。但战争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但很明显的是，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俄罗斯强大的电子战和电子攻击系统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呢？过去的情报评估是否弄错了呢？经过仔细研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俄军电子战电子攻击的作用没有取得这么明显的成效，恐怕与硬件无关，而是由于人员素质造成的。电子攻击指的是在电磁频谱领域的进攻性战斗，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被认为是骚扰性的。对于被攻击者来讲，这是一种烦恼。一旦电子系统被干扰，乌军就要在退化的电磁频谱领域中作战，例如采取措施恢复通讯或修复雷达，以减轻相应的干扰。虽然电磁频谱领域的对抗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效，但是只要针对性强，那么在初始阶段以及短暂的攻击时间内呢，就可以赢得时间来保护友军。为时速1000公里的战斗机提供电子掩护为例，那么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只要有伴随的电子对抗飞机，那么就可以全程为这些突防的战机提供掩护。总体而言，俄军的电子战设备水平很高，能够为面积相当大的区域提供电子对抗支援。但是，俄军的士兵训练水平可能是这些先进的电战设备的一个重要瓶颈，因为训练水平低，你就很难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位美国的电战专家，他是根据俄罗斯电子战部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和影响来推断俄军可能的训练。俄罗斯的电子战电子攻击训练呢，极有可能只发展到没有蓝军的联合训练武器水平。俄罗斯的军队可能没有通过真正的训练来学习和如何克服电子干扰。在所有的媒体报道来看，俄罗斯在冲突初期就放弃了电子攻击的努力，使用电子攻击很难得到战绩反馈。其次，电子攻击在无纪律或者是训练不足的部队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自相残杀式干扰，也就是说，他们释放的电磁干扰没有干扰到对手，反倒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俄罗斯的指挥官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命令他们的干扰器停止工作，以免干扰到自己的军事行动。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也困扰着电战能力的发展。俄军从思想上是集中执行，在指挥官批准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都不能做任何事情，这就决定了电战部队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俄军在短短的1个月的战斗中损失了7位将军，集中控制，要求将军近距离的接触战场空间，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死亡风险。总之，俄罗斯军队的电子战能力没有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既有平时缺少电战训练的原因，也有俄罗斯军队的指挥体系的原因。
还有缺少电战飞机的原因。俄军距离一支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军队还有很大的差距，无法在与西方的交战中夺取制电磁权，其后果是无法获得制信息权，从而会导致军队遭受重大损失。那么总结一下，可以说，这位美国电战军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俄军的电战装备技术水平相当先进，但是在使用和训练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俄军的电战部队在俄乌战争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